在美国做餐饮到底有多挣钱呢？这位来美国30年的广州姐姐开了20多家餐馆，有各大连锁品牌巴黎贝甜、星巴克、哈拉盖斯、吉野店等等。只是说来美国30年，投资过很多房地产、商业的、住宅的、餐厅的、酒店的、零售的、加盟的都做过很多。就是我们一般都是5年回本，做得好的一些店3年回本，投资回报率是50%。星巴克是要7年回本的。那我后来发现说，做巴黎贝甜比做星巴克赚钱。大家觉得在学校的周边开饭馆可能更赚钱？我觉得餐厅就是重经营管理，你的店长好，投个30-400万开个大店是个大坑。怎么样改进自己的餐馆？你每天在里边你是看不到外面的。You're so wild. I'm not gonna fight it, hypnotized. 我们俩来美国其实有30多年了，美国的餐饮业也做了10多年，一些连锁加盟店，像很著名的星巴克、巴黎贝甜、吉野家，然后还有自己自创的日式的品牌就在他这里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在美国做了那么多的餐饮投资，他是怎么做的？餐饮怎么讲呢？只要用心就好了吧，不是特别难。就来美国30年，其实也是很巧合的机会，我就并购了一些就美国的连锁品牌。第一个收购的是哈拉盖，觉得说就是快餐店比较好做，下海了就回不去了，就一直被很多机会推着往前走。后来就自己自创一个品牌叫 Bodan Sushi， 希望做的是中日融合料理菜。这个地方觉得环境很好，很舒服，就把它买了下来。这家店就在尔湾，就 UCI 那个学校大学的旁边。对，之前学生占比是70-80%，店很靠近 Newport Beach， 去 Newport 去海边才5分钟，反而是很多老外来。像我加盟的店，大部分主流去吃，中国客户群还是非常非常少。也预告一下，我们10月18号呢，柔软也会邀请到在现场，带大家面对面的交流，就聊聊他在投资餐饮这个10几20家店，在美国10多年的一些经验分享。欢迎大家过来线下见。这家店多大面积啊？2400尺左右，租金16000，还有各种管理费。这是我朋友送的一个万圣节的东西。敬我者富，来靠近一点。这家店的设计还是很特别的啊。因为是女生，我跟我的 partner 都是中年少女心。自创的品牌的好处就是你想怎么样装修，你自己定位你的风格。之前加盟过很多连锁店，从酒店到餐饮，很受束缚。设计师也不一定是对的嘛，实操经验过程中知道这是不可行的。这个桌子很快就坏，这个椅子不能坐，或者打扫卫生啊，很不方便。可是设计师他不是，他就是纯粹是好看。那所以后来我干脆我们就自创品牌，自己弄自己的设计感，然后餐厅也有自己的特色，就客人会记得住你。那为什么会选择日料这个方向呢？很多餐饮都已经有的进驻了以后，你就不能做了。选日餐的关系也是因为我觉得比中餐要简单，客户对象还是主流。就我开过意大利餐、日本餐，日餐是更简单，客单价可以高一点，对对，卖贵一点。因为每一家餐馆的话，可能最重要就是选择位置 location。大家可能觉得在学校的周边开饭馆可能更赚钱，或者在尔湾这个城市开餐馆，它会在 location 选择上会有什么特点？在学校旁边开餐馆好不好是看什么学校。USC 啊 UCLA 它是城中的大学，它本来就在 downtown， 在 city。像曼哈顿，你说纽约大学本来就在华尔街旁边，所以那些大学一定是好的。尔湾 UCI 尔湾的消费力很强，这里也很靠近 Newport，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当时我们看还是好的。因为尔湾几十万、30万人口里边有韩国人、印度人、中国人。放假的时候呢，因为有财力嘛，都会回国旅行，或者是出国旅行，去欧洲、去纽约。所以这个城市人口呢，在暑假的时候呢是减半的。所以大家觉得可能这个客源比较稳定，但是实际上像学生啊，包括这个城市尔湾比较特别，放假的时间也比较长，就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空白期，就是可能想着说应该是怎么样去做 promote， 去把客户再引得更多。每一个餐厅它的定位就是要分析它的消费画像。当我们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，我们也推出奶茶，我们现在跟库迪咖啡合作，卖库迪的奶茶、库迪的咖啡。要卖的东西是你这附近没有，人家想起这个餐厅会想起你餐厅一个独有特色的那个菜系、那个品类，别人是没有的，他一定会回来。闻到的咖啡香，我们的奶茶可以说是
我们这里附近最好的一家吧，我们做的。有一部分的菜色是针对学生，性价比很好；一部分是我们赚钱，就客单价高，是针对 Newport 的客人，是沙西米啊，很新鲜啊，摆盘很漂亮，环境又很好，所以学生不可能每天来然后付小费那么高。这是后厨，对对对，后厨。你们是联名的一种合作方式是吧？店中店这种感觉。对，因为老外的餐呢都会有咖啡喝，可是都不好喝。第一，我们的性价比高；第二呢，我们的产品的种类外面没有。然后这边就做日料方面的。对对，日料寿司师傅这种原材料来源，包括这种供应链是什么样的？很标准，因为我们的量还是不大，所以来来去去都是几个日本最基本的供应商，就像 Mutual Trading。我想他在美国是蛮大的，我们大家都向他订的货，这都是阿拉斯加的三文鱼。比方说酱油，我们也是用日本的酱油，不能够用个什么海天酱油啊。他客人会很细心看你的产品用的是什么东西，能吃得出来的，其实吃得出来，对。那你们的均价的话，也就是大概30-40块钱，平均30块钱一个人。那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这种餐饮的连锁加盟跟餐饮的投资这块，你第一家加盟是什么？哈拉盖，哈拉盖是中东快餐店。就在哈拉盖以前，我先就是学习加盟 AT&T 啊，学习加盟凯悦酒店啊、万豪酒店啊。那时候做酒店的兼并收购在打工嘛，机会了解到很多加盟美国的加盟店的文化。他们的优缺点对比一下，就是比如说在美国做这种加盟的会有什么样的特色特点？比方说我加盟了哈拉盖，它在纽约很红，就你去曼哈顿旅游，你一定会去听到哈拉盖这个餐的。可是南加州不知道，那我加盟了这个品牌，你可以使用10年了。加盟就是说你选择了这个品牌，你加盟了，你可以使用它。可是好跟坏后面的经营啊什么都是靠自己。那还是靠自己。加盟了一个酒店万豪，这个酒店赚钱不赚钱，但还是靠自己。还是运营管理特别重要。还是运营，我觉得餐厅就是一个重经营管理。非常重经营管理，你的店长好，就是我那么多家店一样的配方，有的饭煮出来就很香，有的饭煮出来就是生的。配方是有，可是执行的人很重要，我自己管不过来，所以我有 district manager 帮我去管这8家店，那我自己才有功夫去找新的项目，再去评估新的项目，怎么样改进自己的餐馆。你每天在里边你是看不到外面的，所以要跳出来，你还知道说，现在已经流行吃寿司是4个卷，我们现在是做8个卷，所以把它砍一半。那价钱，学生说你20块钱吃个寿司卷很贵，我现在不用了，9块钱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些东西，一直在市场上去调研。我们还是一个投资人的角色，只是说来美国30年，投资过很多房地产、商业的、住宅的、餐厅的、酒店的、零售的、加盟的都做过很多。像你加盟过的涵盖就8家店了。对对对。然后还有巴黎贝甜啊，然后吉野店啊，然后星巴克也是。对对对。以前是有20家，但现在10几家有。都是你自己投的？对，都是我自己投资。然后是有其他合伙人，还是说有个什么？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在 Esco 的店都有3家，3个月、半年的尽职调查，能不能做下去，又看很多个关系，天时地利人和嘛。就是我现在的 partner 就是店长，又有钱，又出钱，又出力。所以才能够敢开第2家店，就是人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真的很重经营管理。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招人，希望多些小伙伴来加盟，太牛了，加入我们。对，美国10几20家这种连锁加盟店，而且品牌都是比较知名的品牌。你想了解一下，这中间你选这些品牌加盟的一些逻辑是怎么样的？你为什么是投他们呢？首先是回报率吧，做一定的市场调研，品牌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，看它品牌的客户群。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你可能开个吉野家是划不来的，因为吉野家就卖9块钱一碗饭，它的客单价太低。我们的这里人口密度少，我只有200个客人，那我要做到5000块的生意，我的客单价就是要个30块钱一个人，所以还是看这个消费客项。我觉得任何地方吃大家都是刚需哈，首先做的都是一些中低端的餐饮，就是都几十块钱我。就是你说星巴克，也就是客单价平均11块钱，巴黎贝甜贵一点，客单价是23块到25块。那我后来发现说，做巴黎贝甜比做星巴克赚钱，就不做星巴克了，就做巴黎贝甜去了。比方说我开的吉野家，你一眼看到头，你的回报率就是在这里了。做自己的日料店的品牌Boden Sushi，它是无限的上涨空间。加盟店回报率多少？大概你会一个范围的？就是我们一般都是5年回本，星巴克是要7年回本。
那我们做的好的一些店就有3年回本，正在做一个就是拉面，就是米其林的拉面，就3年回本。哦，那平均每家店大概是投入多少呢？就前期？没办法平均，因为体量不一样。就是我有做过这种20-30万的小店，那也有做300-400万的。星巴克它前期准备的话，你当时开店要多少钱啊150万？150万一家咖啡店，库迪做店中店10万。那我们有的店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冷气都没有。哦，那这样子盖一个新的店出来，时间也长吧？我们走 permit 走了1年，然后盖又盖1年。然后你再投入150万，然后7年回本。那有的客人说啊，我为什么要投这个？对比下巴黎贝甜呢？甜会好一点，因为它客单价高嘛。巴黎贝甜在市场上卖是5年回本，因为巴黎贝甜在美国现在有250家。当时投入多少？那家巴黎贝甜，差不多200万。哦，那也挺高，很高。不过位置不一样，因为我这家巴黎贝甜在迪士尼，迪士尼要开第3个乐园，OK，我们就在第3个乐园的正对面。第5年，我们以后的投资回报率是50%一年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投资连锁品牌，我们可以找到那个贷款，是有很多贷款，就是银行会给我们 FDD 的贷款，它是一个资产，它会评估得很好。私创品牌，银行也不认你这个流水啊，或者很难贷款。那我们找一些巴黎贝甜啊、吉野家啦、哈拉盖啦，基本上很容易。它毕竟是个连锁品牌，全美国的数据都调得出来。而且你这些加盟都没有做亚洲餐的，或者特别亚洲品味的，还是比较偏向于主流这种市场的成群。我们的客户都是当地的居民，就主流的居民。在大学城里边，其实80%都是老外，中国人很少的。像我们做巴黎贝甜就我们的客户是游客，是全世界的人。像巴黎贝甜，他说你要卖红豆包，可是美国人不大吃红豆。红豆、地瓜这2个包子永远都卖剩丢的，我们是，还是看那个店的 location 去分析它的消费。美国做加盟餐饮的话，就有什么建议？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坑啊？觉得最大的坑就不能够太激进嘛。我其实也有很多人说一起合作开一些，特别是一些老板他想开一些私厨啊，体量很大，投个300-400万开个大店，觉得那个是个大坑。对，小店的话没啥，你咋坑呢？就你一只脚还是可以把它跨过去。就亏完了也有限，是吧？300-400万。就我自己没有投过这样的大店，可是我觉得吃饭大家都需要，而且现在美国人其实还是很喜欢出来交际的，开个小店可是很有氛围感。我看的很多人想投资餐饮，拿着国内的概念来餐饮出海也是一个热度的话题。可是要接，首先是人，因为他重经营管理，国内的管人跟美国管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然后第二的话就不能够好大喜功，要做一个很大的店。国内的公司本来可能出海的都是大企业，法律法规还有人事啊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。美国人的体质也很敏感，像我们做寿司要很新鲜。我觉得成功的案例，我们看巴黎贝甜在美国也是一个海外品牌来扩张。它成功就是我们所有的面包粉里边、面包团子后面都有一个 label 告诉你成分是什么。做完面包，这个有花生都得换手套做下一个面包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对花生敏感，你的成分、你的比例让人家放心，然后你怎么使用，所以要用开放式的厨房。美国人也是一样讲究安全，而且他们还特别的敏感。比方说你喝奶，我们有很多那种对牛奶敏感的人，往往这些细节你能够做到了，我觉得那个餐饮就能够成功。我觉得就是操心。我们线上的观众其实有些投资人呢，他也对这个很感兴趣。我刚听你聊的话，就其实有一些餐饮项目你们也在做。每个项目呢都有不同的投资人，基本上我的合作伙伴、我的投资人呢都是当地的，投资体量也不是很大，10万到100万不等。那我现在因为巴黎贝甜在迪士尼做得很成功，所以呢市政府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项目，也在迪士尼游客区，房租是比市价便宜70%。为什么那么便宜？在里面怎么？因为已经做了几10年，真的是有关系。当然我们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去翻新装修，然后带来一个很强的品牌，高大上的一个米其林餐厅。那我们也在找投资人进来，大概3年回本，投资回报率是很高。因为迪士尼已经投入2.8亿美金，再开第3乐园，2027年可能就是一个很高峰，2027、2028。
那总额度需要是200万美金是吧？就除了你们自己投的之外，总投资体量是300万美金，一共是2个餐厅，然后我们自有资金是100，我们还在筹200万美金。3年回本，可能头2年所有赚的钱都先还给投资人。OK， 投资人拿回他所有的本金以后，每年都继续持有40%的分红。那我没有200万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，少一点行不行？是，现在的投资的对象呢都是个人，所以我们希望说10万一股，就10万，至少10万。这样子的话，大家也不会觉得压力很，就是消费型股东，也是希望以这个为门槛建立一个信任度吧。因为毕竟我不认为自己做的特别的牛，只有10几家，怎么样往下一个提升做到几十家，也是需要很多朋友、很多人的助力，一起往下走下去才行。我觉得迪士尼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，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。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务必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这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。